都说跟着德爷混3天饿9顿，但今天一开局就让这老小子捡漏了一大窝离果仙人掌，剥开外皮直接享用，酸酸甜甜跟猕猴桃一个味，吃的德子一头问号，到底是仙人掌出了轨，还是猕猴桃劈了腿？虽然这窝仙人掌管饱，但是他心心念的还是蛋白质大餐。为了实现心愿，找到一种酷似羚羊草的植物，这玩意儿材质坚韧，晒干后是制作绳套的上好材料。忙活了半天，终于搞到一大把。可由于德子的头顶比别人少了几根毛，脑瓜子被晒得直冒烟，吓得他赶紧跳进水塘里凉快凉快。沐浴过后容光焕发，正感叹人生美好时，回头看见一条扑腾的肥鲶鱼，蛋白质就在眼前，怎能视而不见？不过德子是个有规划的男人，给自己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抓鸟，现在打算把捕鱼排在第2项。返回营地后，开始了辛勤的劳作，把采集到的叶子捶打成丝，然后放在石头上晾晒。等待期间，他谋划起了捕鱼大计。水塘有一部分很浅，只要在水里摆上2道墙，一旦有鱼儿误入，就能轻松将其拿下。计划好后，德子立马开干，找来大量的木头包围浅水区，中间给鱼儿留下一道狭小的缺口。忙活完，叶子也被晒干，手工德开始着手编织。3下5除2，一根绳套被加工出来，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他都要通通拿下。借助树枝当做弹簧机制，迅速安排10几处陷阱，再找到当地鸟喜欢吃的食物，将其撒在陷阱的中心当作诱饵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明天就是收获的季节。随着天色暗了下来，忙碌了一天的德师傅爬上树享受今晚的美梦。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下时，赶紧起床去查看捕鸟陷阱。离得老远，他就露出了得意的微笑。镜头一转，好家伙，还真有一只傻鸟上了钩。可这点蛋白质他可不满足，于是紧接着又去检查捕鱼陷阱。要说德子的运气是真的好，有几条不开眼的罗非鱼钻进了陷阱。记住他现在开心的笑容，因为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已经把后面的好运全部用光了。现在有了食材，必须要好好安排一顿。先将傻鸟的毛去除，然后和鱼一起放进火堆炙烤。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，丰富的大餐就出炉了。先来条罗非鱼，刺多肉少，一口下去嘎嘣脆，好吃的味道直冲天灵盖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次日清晨醒来，德子还沉浸在昨天的喜悦中，扭头看到2头肥美的二师兄，美得他走路都有点飘，觉得幸福生活马上就要到来，偷偷的跟踪二师兄，想要一网打尽。没想到2轮干不过4去，不仅跟丢了，还碰到一只发臭的羚羊盒饭，观察腹部有被啃食过的迹象。德子突发奇想，把摄像机藏在旁边，想看看会有什么动物来这里进食。返回的途中看到了作为分界线的铁桩，上面的铁丝是抓捕二师兄的好材料，顺走一些留着备用。然后哼着小曲去查看捕鸟陷阱，怎料今天一根毛都没有，只好转头前往水塘边。大肥鱼没有，小罗非倒是有2条，扔进火里烘烤一下，简简单单又是一餐。随着时间慢慢过去，幻想过上幸福生活的德子已经不满足于吃罗非鱼了，他想吃上好的五花肉。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回摄像机，结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居然有只猞猁在进食。等看到二师兄的那一刻，德子的嘴角都咧到了耳后根，立刻带工具上路。今天唯一的工作就是给二师兄布置陷阱，利用木头和铁丝把盒饭周围的3个面都围了起来，只留下一个有着陷阱的缺口，一旦二师兄误入，自己就有烤肉吃了。做完这一切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虽然今天没能吃到小罗非有点伤心，但一想到明天就有蛋白质大餐，德子就激动的睡不着觉。早上他怕二师兄太重扛不动，还特地带了一根扁担去，可临近陷阱才感觉大事不妙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仔细一看才发现，他精心制作的陷阱居然完好无损。尴尬的扯了扯嘴角，看来今天又要回归老本行去当赶鱼佬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，接连的干旱导致水位下降，捕鱼陷阱也失去了作用。事到如今，德子并没有打算重新布置，而是不停地安慰自己，虽然丢了芝麻，但还有西瓜，只要是抓到二师兄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于是接下来的2天里，找了5处合适的地方布置陷阱。现在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二师兄身上，但在查看的时候，前几处陷阱依旧没有收获，最后一处陷阱虽然被处罚，遗憾的是并没有拿下二师兄，这让德子瞬间心如死灰。为了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，忙碌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一无所获。要是专心打鱼，现在至少温饱不成问题。叹了一口气，人果然不能太贪心。想通了后，他决定不再执迷于二师兄，打算徒步到远一点的地方打野。怎料食物还没找到，就误入野生动物的领地，眼前一群黑压压的大黑牛，吓得赶紧绕路走。等来到安全地带后，才敢观察四周的情况，没想到居然在这看到了日思夜想的二师兄。可好几天没补充蛋白质，饿得身体发虚，像只弱鸡。要是换作巅峰时刻，高低得冲过去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吃的问题。路上捡到一根长颈鹿的骨头，直接抄起石头打碎，散落的碎片是不错的挖掘工具。接着便四处寻找食物，这种不起眼植物的根茎十分饱满，和土豆很像。可令德子意外的是，这片地面非常坚硬。忙活了半小时，
收获的根茎还没有他的鼻子大，无语的躺在地上，心里想着总比没有强。随即起身继续开挖，一鼓作气收获了6个，最后估算了一下，还亏了几百卡路里，就地升起火堆炭烤。没一会，喷香的烤土豆就出炉了，尝上一口，外皮酥脆，里面软糯，味道相当的地道。虽然比不上肥腻的五花肉，但在荒原里也算难得的佳肴了。